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射击游戏《海湾航线》。这款游戏也叫做《海湾战争》、《决战贝鲁特》等等。游戏给玩家整体的体验非常像魂斗罗系列，有4种武器：默认的榴弹炮、喷火枪，还有最后一种武器非常像超级魂斗罗的 F 弹，击中敌人之后会变成4个花。紫色的胶囊就是提升你的武器等级的道具，每种武器能够提升2个等级。默认的武器升1级之后变成3项，再升1级变成5项。那其实这个设定也来自于早年的魂斗罗系列。下面的引擎着火了，刚刚如果在下面走就会被烧到，掉一滴血。绿色的胶囊是回血的道具，但是咱们刚才是满血的状态。另外还有一个胶囊是蓝色的，它是增加1点最大血量上限。大家注意看这个屏幕的牌子，少了一个字母。那这款游戏呢是世嘉发行的，所以说它在影射谁也不用我多做介绍了。这关的 BOSS 非常像魂斗罗的第一关 BOSS， 上面2个小炮，下面多了一个激光炮，咱们用榴弹炮来把它炸碎。其实榴弹炮整个游戏出场的机会是最少的，比较强的还是咱们默认的武器，升级之后呢变成 S 弹。第2关一开场呢，可能很多小伙伴会问说，大叔你的 S 弹呢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游戏的基本设定。每过1关之后，武器的等级是不继承的，这个相当的坑啊。也就是说你捡到的这些武器道具就相当于租来的。榴弹升1级呢，它能够扔得更远，再升1级它可以扔出2发。前2个武器满了，开始升喷火枪。喷火枪就是增加射程和威力了。最后一种武器如果升级的话，第1级它崩出来的火花呢会变成旋转式的，升满级呢旋转的距离更远。好，这里是第2关的 BOSS， 一条机械蛇。从这个 BOSS 你可以看出来，这款游戏是一个架空世界的设定，因为现实当中哪有这么高的科技啊？这款游戏出品时间是1989年，非常的早了，比魂斗罗的初代呢要晚2年。我们快第3关了，游戏整体的流程呢是7关，节奏是很快的，咱们打快一点，大概15分钟左右就通关了。第3关有一点特别讨厌，尤其是咱们在上层走的时候，上层的举架特别低，咱们跳起来马上就会被撞回来。这样跳跃躲子弹呢，要求玩家操作更加的精准。刚刚那个敌人自己跳到火坑里去了。这里扔的垃圾应该是会砸咱们的。等一波，别急。第3关打了这么久了，我还没有捡到提升武器等级的道具啊。那在这里呢会给一个，但前提是打完这个小 boss。游戏当中的小 boss 不多呀。这个机器人这么高的科技水平，怎么摄像头不大好？离我10几米远，竟然想伸手抓我。终于是捡到了一个紫色的道具，咱们升到了3项子弹。那其实这款游戏对于武器的平衡性是有自己的思考的，但可惜做的还不够完善，仍然是默认的武器 S 弹比较强，其他武器感觉喷火枪的
输出更高。但这款游戏呢，为什么说它像魂斗罗？还有一点比较像，就是它的枪口的角度调整的速率和街机版的魂斗罗如出一辙。很多时候你如果玩惯了红白机版的魂斗罗，你再玩这款游戏，你就觉得它的枪口不听话，调整起来特别费劲。所以说虽然火焰枪的攻击力很高，但是它的方向比较难控制。好，这里是第3关 BOSS， 这个机器也神烦。平时呢它是无敌的，你需要在边上把它4门炮都拆了，包括上面和下面的2门炮，这样它本体才能露出来。拆了3门了，最后这门炮呢在上面，需要找一个合适的体位啊。你看这样就没法玩了，因为咱们的喷火枪呢打它是穿不透的。这个地方可以选择用榴弹炮，但榴弹炮升级之后射得比较远，这样就扔过头了，所以说还是用4号武器来打。屏幕上方呢有它的血量能够看到。换武器吧，有点崩不到。好的，最后一枪补到了。其实这关咱们还吃到了一个增加血量最大值上限的道具，但是你吃蓝色的胶囊，它只是给你增加上限，它不负责把这点血给你补上，所以说后面你还需要用绿色的胶囊来补。又吃到一个，这样咱们现在已经最大4滴血了。那这款游戏最大呢是6根血，6根血还是很多的了，可以拼死大部分的 BOSS。这关竟然是一个强制卷轴的，而且驾驶着一个飞行摩托。这个摩托虽然是1989年的想象当中的空中的载具，但是呢如果放到现在仍然是一款很潮的呀。现在都没造出来这种吧。你看它只有1个轮儿，看起来呢是空路两用的，那不知道能不能在水上航行啊。没有敌人了呢，应该是到头了吧，要下车了。不能再开车了吗？不能开了。换块电瓶行不行啊？没开够啊，开车没开够，开车也没够。好的，这是本关的 BOSS 了。这些小飞船后面有一个大飞船，打这个大飞船呢2种攻击方式，小飞船也能够发射子弹。所以这关呢，你在打 BOSS 的同时，也要注意清小的。看这个喷火枪的方向，我感觉不大听我的指挥，它需要甩过去。BOSS 要挂了，没血了。过关，这样游戏其实已经过了大半了。好，这个场景是大使馆，跟大家说一下这款游戏的剧情吧。一个架空的世界，主人公叫做汤姆，他需要救的人叫做克莱拉。咱们是潜入敌方的基地，然后前往己方的大使馆救出人质。这个人质就是妹子。所以说你看这款游戏的目的就相当的明确。你像魂斗罗系列啊，要击败异形，感觉就提不起来兴致了。这个雕像打碎了还会再组上，感觉不是这个世界的东西啊。这红色的敌人竟然需要打2枪了。我什么时候能把空着的那2滴血补上呢？看起来非常的难受啊。
你说你过关把我武器没收也就算了，你血还不给我补满。电梯，这地下这么深啊！囤积了好多物资，开始上人了。我什么时候这关能把武器升满啊？好，绿的，好，咱们满血了，6滴血吧。现在是满血，但是没有满状态。这个游戏想要满状态真的是太难了，因为它会没收。每关过关之后没收你的武器。本来呢，咱们就需要吃8个胶囊才能把状态补满。每过一关都不一定会有8个道具给你吃，而且有的呢给的是绿的和蓝的。所以说，这款游戏我没见过补满状态的情况。敌人玩上钢管了，但你们玩的方式我不喜欢啊。我是不是不应该再吃武器加强的东西了？反正下一关也会被没收啊。啊，这有一个。哦，刚刚好险！我落下来的时候他就开枪了。BOSS 战了，这 BOSS 是一个机械的，这是蜘蛛嘛？但是它只有4条腿啊。需要特定的角度才能打到它。幸亏它的移动速度不是很快。我这个角度的喷火枪没打到它呀。4种武器我都用了啊，还用了1枪榴弹炮。第6关，上一关末尾阶段出现的这种敌人非常讨厌，他应该是清不没的，始终在出，你必须赶路。哎，这是个什么？啊，是子弹。啊，这个武器满了我就知足了。激光。激光拆了1排没用啊！哎呦，这个我不应该吃。完了！一血啊！我的天，我的一血给的不是人类啊，给了一个机器啊！这掉血了，后面应该很难有机会补上了，因为你需要刷出绿色的胶囊。这刷胶囊的颜色还不是我说了算的，它是随机的。又给了个蓝的，我已经不用加最大值上限了。你看它左下角啊，个血量的空隙大概是7滴血，但实际上最大只能加到6。BOSS 战了，哦，妹子在那里，可以啊，可以，咱们没有白来。这关 BOSS 就是这2个机械手，这2个手抓咱们的时候呢，咱们才能够攻击到它。但是这2个机械手看起来有一点生物的部件了。啊，中间的妹子没了，可以开始出这种小飞行器了。好，打完，后面就是第7关最后一关了。最后一关的流程非常短，而且只有2个刷胶囊的小兵，这样呢非常有可能，如果运气不好的话，咱们是武器升不满了。我希望能够升满啊！坏了，给了个蓝的，给了个最没用的，那咱们只能用现在的状态去打 BOSS 了。如果咱们是5项武器的话，有概率在 BOSS 攻击2-3波之前把它拼掉。好，这是1形态，1形态很简单，咱们蹲着开枪就成了。2形态呢，哎呀，现在火力不够猛啊，贴着脸射的话，恐怕要掉2滴血；不贴脸的话，也有很大的概率受伤，因为咱们输出实在是有点低，掉了1滴血，这样我感觉是稳了。
好的，通关，把妹子救出来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，可以说是模仿了魂斗罗的一款海湾航线，也叫海湾战争，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了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